家庭住址。有，27号居委会5号西山区。那不是归9号地区的派出所管？是，不是摸排过吧？咋会把这个人漏了呢？不是摸排了4轮吗？怎么会把这个人漏了？你们怎么摸排的？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你们？市局的局长当着众人的面丝毫不留情面的训斥刑警队长胡兵，而胡兵被训的都不敢抬头直视局长。那么这个刑警队长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呢？这件事还要从1天前说起。自从省厅的专家组搞明白了无名尸就是劫匪的同伙后，他们就发布了悬赏通告，而秦川就在过往的卷宗里查到了94年金鹿储蓄所的劫案中，其中1名劫匪的特征是左眼下斜，俗称格楞眼。这个案件中2名劫匪冲进储蓄所就开始抢钱，也万幸当时储蓄所的安全措施做得好，劫匪这才没有得手。而储蓄所的工作人员报警后就吓跑了2名劫匪，后来经过一番侦查也没有找到这2名劫匪。韩局听完秦川的分析，觉得这2名劫匪的年龄和体貌特征跟矿区劫案的劫匪很相似，所以韩局觉得可以并案侦查，至少格楞眼这个线索就能缩小他们的侦查范围。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5万块的悬赏通告发布出去，就犹如石沉大海，没有得到任何的反馈。省厅的谢厅长不想这么干等着，于是他就想了一个法子，给他洗澡衬衣，把尸体表皮烧焦的部分都给他刮干净，再把死者生前的衣服一件一件重新给他穿上，再根据面部的骨骼重新画像，这样的话就能够把他过去的形象更完整的刻画出来。有了谢厅长的命令，法医也立即清理了尸体。果然经过一番处理后，无名尸左胳膊上一块蛇头龙身的纹身显露了出来。哎呀，这个体貌特征太明显了，这个这瞅着明显就是刀枪炮。有了这个明显的特征，排查起来就方便多了。这个纹身照也被发放到了各个单位，而好消息就从看守所传来了。有一个犯人呢，指认出照片上这个人是他同学的哥哥，叫陈小秋。当陈小秋的名字出现后，刑警队长胡斌马上就皱起了眉头，因为民警杜逢春就向他提出过陈小秋有一定的嫌疑，只是当时的胡斌根本就没有当回事。接着就是视频开头韩局怒斥胡斌的画面，而胡斌也找来了杜逢春，把他调查有关陈小秋的事当面向领导汇报了一遍。摸排陈家我去了6次，家里只有陈小秋他爹陈海山，老大去了外地，没办法面见本人，老二去了韩国，也不能面见本人。案发后老三在家，但是初2就走了。他主要怀疑的就是陈家老二陈小秋。陈小秋去的是韩国，但是陈家在韩国没有任何亲戚，陈小秋也不会说韩国话，只是他虽然怀疑，但他的手中根本就没有证据。你怀疑的这些东西在会上都说了吗？谢厅长的问题很关键，如果杜逢春承认他向胡斌汇报了，那么胡斌就必然会受到处分，只是杜逢春选择的是自己扛下所有。哪怕他做过一点出格的事，我都会向上面汇报，可是我没法证明。胡斌听到这里也重重的呼了一口气，他悬着的心也算是落了地了。现在也不是追责的时候，他们立即传唤了陈小秋的父亲陈海山，只是陈海山管不了他的3个好大儿，他们仨去了哪里，干了什么，他是一点都不知道。不过给陈小秋纹身的纹身师秦月的证词中有本案至关重要的线索。秦月交代了，陈小秋有假牙，有纹身，经常联系的人有宋小军，还有他弟宋小明，还有一个邻居叫孙哲。现在他们能确定无名尸就是陈小秋，而跟陈小秋关系最好的3个人就是宋小军、宋小民、孙哲。核心的关键人物就是宋小军，因为宋小军是陈小秋去韩国打工的介绍人，也是宋小军送陈小秋上的火车。至于陈小秋有没有上车去韩国，也只有宋小军知道。另外，孙哲之前就在事发的矿区上班，可以说他熟悉矿区的地形。另外一个人就是宋小军的弟弟宋小民，不过这个人警方有些拿不准。不过韩局却认为陈小秋的弟弟陈晓东也有一定的嫌疑，因为陈晓东在过完年的初2跟着他的母亲去了省城走亲戚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们排查了好几遍，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的人口都查不到呢？那么由此就可以推断，陈家人从最开始就认为陈小秋去了韩国，所以在排查的时候，陈家人才会没有反应。
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就是一个幌子。得此结论后，他们立即召集众人商讨抓捕的方案。省厅的卫戍长提议凌晨3、4点钟抓捕，因为这是人最困的时候，而且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，弄不好还可能会发生枪战。不过韩局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。我倒觉得明天凌晨6点半行动比较合适。这个时候，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，天也亮了，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，街上的人不多，但也没离开家，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。行，可以。有了谢厅长的点头同意，韩局也下达了最终的抓捕命令。秦川带队抓捕宋小军，胡兵抓捕孙哲，萧庆东带人抓捕宋小民。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，指挥部还特意调来了救护车，随时待命。那么，劫匪真的是宋小军、宋小民和孙哲吗？另外，这一次的抓捕行动会一切顺利吗？